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两个先锋地图的对决，外交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那960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了，960会跟2489打，其他的4个阵营呢，他们就自己决定要跟谁打了。这个就和我之前影片有讲到的，因为如果960跟2489两个合作打其他王国呢，那肯定其他王国是不会打的。那2489也想打，960也想打呢，就只能选择这个方案，2489跟960打。其实这两个王国打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就在于 Avix 有账号，而且是两边都有账号，所以他这个账号会比较麻烦一点。他有账号就间接性我们的策略啊、地标啊那些全部东西都会暴露无遗，这就要看 Avix 的想法了。不过还好在刨冰的前一天呢，他们是已经决定好要打了。不过这场 KVK 算是友谊赛啊，并不是想要把你往死里打所以这一次960跟2489刨冰的数量呢，你们可以看到非常少，很少看到960在第2阶段的时候拿到第2名。因为这次豹哥有下令叫我们不要刨冰啊，那我为什么会刨冰呢？因为我这个账号只有6700万而已6700万连几队都派不出来好不好？所以我这个账号必须要刨冰，我报了大概500多万的混兵，战力提升到 1.21。 那为什么要报这么多兵呢？有想到之后可能要围旗帜啊，或者是会死掉一些兵，所以报多一点。我这个账号可能之后要做驻防，所以报多一点兵，之后驻防要用到。至于本加密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他要报这么多兵啊，他报的数量是我的1倍，估算下来他报了1000万左右的兵。目前拥有4亿战力，他应该是报了1亿战力左右。不过有一些小丑就在讨论区那边说，最新消息960第一次输了第2阶段给崛起之星2489，看来长期的战斗中1365消耗了1960，我不觉得1960可以打败2489这个兄弟可能是不知道，其实960在上一场 KVK 呢，黄庭只是打3天而已，有很多960的玩家都说他们的战力根本没有掉多少。那有看过上一场 KVK 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关5的时候呢，只是消耗小号的兵去填驻防或者是开集结而已，因为大家都觉得黄庭可能会打得更长更久，所以这保持兵力，等到黄庭的时候才使兵。没有想到呢，我们走的那个路线1534，他们是完全没有去守旗了。大部分是在围棋制没错，但是他们驻防的时间太短，也没有使到多少兵。有不少围棋制的大佬，他们出来报告都是赚好几倍的。就算后来365上来打了，也只是野战而已，也没有使到多少兵。再加上先锋王国都是想要把自己战力压低的，所以这一场2489跟960相信双方都是想要互相降战力，看能互相帮对方打死多少兵，降多少战力就降多少。而且真的要全力去冲刺刨冰的话，你觉得会有谁的名字在上面呢？ Avix 肯定会在上面嘛，然后 RZ 呢、巴巴呢，峰哥的名字都没有在上面，只有 Paul， 可是 Paul 的分数只有5000多万他不是真的想要刨冰的那一种。甚至我觉得有些分数会冲上去是因为第一天是 MG 他们要刨冰，医院的账号也只是因为没有兵而去报而已。至于本加密是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我也没有去问他。而且你们觉得960跟2489的分数算很低了吗？我给你们看1093跟307那里，他们人口大国刨冰的分数也没有跟我们这里差多少啊。不过1093跟307的分数还蛮接近了，不过看个人排名就有差别了。上1亿积分的只有1个玩家而已。那么307跟1093的 KVK 就如我所料的那样，一个先锋带2个阵营，就用北方打南方这样的方式进行分配，也就是说中间的阵营呢都是不用打架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1093跟307的 KVK 一开始关4的时候是有的打架的，那如果其中一方打不赢的话，还可以走盟友的路线跑出去。不过在关4打了之后进入关5呢，应该是没有事情做的，除了左手边的风跟水阵营之外。不过双方中间阵营的队友呢也可以过去帮他们打，就是说在右边的关5开放的时候是4个阵营在打架的，他们从关4绕出去，一人拿一个门口走出去，就变成1093跟307就要看他们表演了。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的关卡位置，如果在右手边打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封门口了。举个例子，如果水阵营它是可以打败风阵营的，再加上他的队友配合堵住了风阵营下面跟左手边的路线，他们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但是中间的土阵营它还可以通过307的位置跑出去，除非关6能够坚守住，又或者风阵营通过关6走到第6区域跟307汇合，然后大家再从关8走出去黄庭再决战。可以说这个地图是从头打到尾的，只不过307跟1093中间那段时间呢，可能就要看队友打架而已。至于960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由于他们这个地图呢是2打2 1打1，
所以也就不存在像307那张地图这样互相帮忙了。先讲960跟2489的部分，在官司的时候肯定这两个一定会打起来的，那打不赢的话一定会往另外一边的官司走出去。我觉得土阵营跟光阵营应该不会拿左手边的区域，所以间接性也等于说左手边的整个区域呢都是属于这两个先锋王国的，也就等于说这两个先锋王国是肯定可以打到黄庭。不过也是一样，中途的时间呢应该是没有的打架了，因为2489跟960在官司打了一场之后进入到第6区域，首先开放的关卡6呢互相不能走过去，除非他们要去打另外4个阵营。不过中间那段时间不打也算是比较符合960跟2489他们要升科技嘛，通常都是要等到接近尾声，也就是差不多关7关8开的时候才会满科技，到时候才是真正的发挥时刻。至于那4个阵营呢到底是怎样合作，他们是选择左右合作，不是上下。那我来推测一下，假设是上下合作的话，只要中间那个王国其中一个被封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也不可能走去先锋王国的区域嘛。并且上下合作的话，风跟水阵营会比较吃香一点，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第5区域，所以我觉得左右合作是比较合理的。假设风跟水打起来，其中一方输了，还可以走去队友的区域5。不过走到区域5等关5开放的时候，还是这两个阵营先打起来，风跟水阵营，因为这个地图的设计还有关卡分布的位置关系。那看到中间的阵营土跟木呢，这两个走出去关5就是打到先锋王国，他们是不可能去跟先锋王国打的，所以也是一样干瞪眼看两个盟友打完之后，再等到关6才可以走出去。至于另外2个先锋王国，就看谁拿下第5区域了，再走去关6里面。不过我觉得也是一样啦，他们应该会丢要塞卡着门口，关7开放也是卡着门口，然后等到黄庭开放。只不过比较无聊的就是木跟土阵营，他们要等到关6之后才有这样打。不过像他们这样子的分配方式还是蛮有趣的，比较少见。因为960跟2489呢，其实也可以像1093他们那样子，一个先锋带2个阵营，可能也是不想要把这4个阵营拖进去一起打架，又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数据比较难去分配队友，就索性选择不要跟他们合作了。毕竟这些王国也算是受害者啊，我有看到讨论区有一些玩家抱怨，明明也有其他先锋王国一起报名了，为什么还会跟这些 AB 王国合在一起，说官方拿他们做炮灰之类的，确实匹配方式很不合理。不过我去研究了这张地图之后呢，可能是这张地图的设计而影响到匹配机制，因为这个地图分布不规则的关系呢，而导致到有些路线你可以走，有些路线你没有办法走。就比方说我们看右手边吧，那右手边关5开放的时候，只有风跟水阵营可以进去而已，那为什么中间的土跟木阵营没有办法进去呢？因为官方中间分割的那个线条太远了。我认为官方的设计如果在关5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蓝色区域可以两边跑的话会更好。那你们可以看到官方这一次分配的2个地图呢，先锋王国都是靠左手边了，中间的王国都是 AB 组，就变成他们逼不得已一定要跟左右合作。上下合作的话，很大可能中间的王国是没有办法出去了，或者这2个阵营都必须要跟旁边的先锋王国合作，才有机会走到黄庭。最后问一下各位，你们比较期待哪一场 KVK 呢？960还是1093的 KVK 呢？到底是 Arvix 自己的王国会赢，还是960会赢呢？我期待的画面 Arvix 开的集结打 Arvix 的驻防会不会实现呢？当然也不是他自己本人打啦，他会把账号交给代打负责，只不过他用自己的钱打自己钱呢，这一点还是蛮好笑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